于是各位学员大家早，然后我有很多问题，如果等一下大家没有要问就让我问。第一个问题是刚刚讲到那个有亲人往生，那如果说灵魂都已经设定好要去哪里，那为什么有一些孤魂野鬼？我很想知道这个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安排。我觉得这个我常讲很多问题你都可以用类比法。台湾的社会看起来也不错，也不是很落后国家，可是路上还是有乞丐啊。你知道意思吗？有些，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弱势族群，或有一些之前的原住民，有没有？你帮他盖好了永久屋，像那些达悟族，之前政府帮他盖永久屋，有没有？可是那不是他要的，他还是宁愿去住他们的原来的旧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这个比喻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人一起筹划这个 journey。对啊，很多人一起筹划啊。可是有没有人不想接受筹划的啊？有没有人自己筹划的自己不想做？好，各位很有意思。以前我看过一篇分析游民的一篇文章。之前不是有些政策希望建一个游民安置所嘛？好，让游民不要在街道上，对不对？好，在街道上有时候被一些无聊的青少年迫晒然后有一些消防局的人会喷水驱赶嘛。好，那就想要建一个游民安置所。可是后来游民不喜欢去游民安置所，因为当游民进到游民安置所的时候，他变得不安全，因为游民会彼此互偷别人的东西。游民在街道上比较安全。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各位，好，所以很多东西跟各位你们过去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当你更将心比心的进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你就会明白。好，所以常常我们不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OK， 另外一个所谓的孤魂野鬼，还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简单。意识有分层次。好，比如说我们讲死后之后有一个中阴身阶段嘛。好，那简单的讲，什么叫中阴身阶段？发展的进化没有太高，也没有掉入下一个阶层，那叫中阴身阶段。意思是每个人的意识各有其阶段。好，那有没有一些意识上还没有进化到某些阶段的意识状态？有啊。好，比如说刚才我举中阴身这个比喻。好，中阴身是在中阴身阶段，他有一点了解，可是他又不见得太聪明。所以很多的我们所谓的通灵，是通到在中阴身阶段的那些灵，他们会给你一些观念，甚至给你一些小小的神通，可是他的智慧不一定很高，这样了解吗？好，就算说我们一般讲所谓的神也好，或者是我们讲基督教讲中的天使，天使有没有分位阶？大天使有没有 Michael， 或是以前最大的天使长后来变成撒旦嘛，就像秘书长后来到监狱去嘛。对，好，大家知道撒旦怎么来的吗？撒旦以前是上帝的天使长。好，除了上帝之外，就几个人在办公而已嘛。这几个人在办公，那天使长是其中之一。后来天使长在圣经里面的传说变成撒旦了。对，好，那天使有没有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任务、不同的阶段？有，各位，就像人间也是一样。好，所以意识是有其阶段的，这样明白吗？好，所以你讲的那些孤魂野鬼，它代表意识不同的阶段。那所谓的我们讲，包括现在农历7月可能要到的，那超度孤魂野鬼是另外一个真实的意识版本的扭曲版本，它代表的是宇宙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被遗弃。是啊，好，比如说我们这样讲，你刚刚讲那个孤魂野鬼，各位还记不记得灵界的讯息？有一次鲁伯不是灵魂出体，被一只多毛的怪物追吗？各位，赛斯伍达嘎都要超度那个多毛的那个怪物吗？哇，赛斯公祝你平安，哇！波耶波罗蜜，波耶波罗蜜。好，赛斯说你遇到这个另外一个次元的，好，发展的比较低等的，像一只笨狗，或像一只野兽的，或像一个比较负面能量的，你就爱。好，所谓超度的意思是，我祝你平安。那我了解到你跟我之间的互动，我了解到你是带着恐惧。好，那我送
平安跟祝福的能量给你，一路给哪里嘎，你知道意思吗？好像以前歌仔戏里面，我记得有一个桥段，有一个叫做欲望子，就是说它所有累积，它是所有众神仙欲望的总和，就是欲望子。好，各位，比如身为人类，我们有没有很多我们的愤怒能量所集结的一个存在体？有啊，我们也有所有我们的恐惧能量形成的一个存在体。那个存在体有一天你要不要去超度它？因为它是来自谁的愤怒？你的愤怒。它虽然有它的次元，可是它也因你而生哦，它因你而生哦。所以为什么如来佛必须去超度孙悟空？听懂没有？各位，如果孙悟空，我跟你们讲过孙悟空怎么来的嘛？孙悟空怎么来的？如来佛有一次经过南海啊，不小心脚踢到石头，他为什么踢到石头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故事就这样写。如来佛还会踢到石头，他有感觉统合有问题吗？所以不管怎么，他就是踢到一个石头，而且如来佛踢到石头还会流血哦。你管他，故事就是这样写嘛，你啰里吧嗦干什么？反正如来佛就踢到一个石头，而且还流了一滴血，滴血滴掉石头里面，经过了几千年、几万年的日月精华的酝酿，变成孙猴子。所以孙猴子是哪里来的？如来佛的境界是如来佛调皮捣蛋的自己，这样听懂没有？所以最后如来佛要不要去超度孙悟空？他超度谁？自己嘛，对，有简单不？没当回通心虚是有节制哈。所以如来佛为什么只有如来佛治疗了孙悟空？因为孙悟空只对如来佛来嘛，他就是如来佛调皮捣蛋的自己嘛。各位听懂了没有？所以其实你在超度谁？超度自己嘛，哪有孤魂野鬼？孤魂野鬼是谁？就是你嘛，你这只孤魂野鬼嘛。对，来三位一组吧。所以为什么玉皇大帝受不了孙悟空？因为孙悟空是如来佛的一念，也脚趾头一滴血，经过日月精华酝酿而成的一个状态，所以只有如来佛收得了他，因为他是如来佛的一个分身。这样听懂了没有？